珊瑚，海中嘅熱帶雨林，佢嘅枯榮關係到好多海洋生物嘅命運。香港嘅珊瑚真係好 tough 㗎，因為個環境因素唔係最理想，但係佢哋都存活到、繁衍到落去。香港嘅珊瑚正面對生存挑戰，有學者透過人工繁殖技術培育珊瑚 BB。我諗冇嘢係滿足得過我哋培育長大嘅珊瑚 BB 放翻落海之後，佢喺大海產卵。做珊瑚媽媽，我希望係一個終身嘅使命嚟。亦都有科學家同愛海人士扮演海底救兵，保護海洋生態，要將珊瑚由危急存亡中拯救出嚟。咁我哋落水主要係睇珊瑚健康，我哋唔係淨係睇珊瑚，我哋會睇埋同珊瑚一齊嘅共存嘅一啲生物咁嘅。執垃圾只係其中一個方法，比較近距離接觸到，譬如珊瑚群落啊，幫到佢哋做一啲嘢咯。好大片、好壯觀嘅珊瑚群落咧，其實真係好靚嘅。呢一啲青綠色嘅碎塊上面唔係鏽跡，而係1歲大嘅扁腦珊瑚 BB。湊大佢哋嘅係香港中文大學珊瑚專家崔佩儀，有人叫佢做珊瑚媽媽。喺培育育養嘅過程裏面，扁腦珊瑚係真係好艱難，咁所以試咗好多年都唔成功。個原因係佢哋真係生得好慢，尤其是佢啱啱好細個嘅時候。我哋完善咗成套育養設施之後咧，我哋開始咧就有我哋嘅扁腦珊瑚 BB 啦，會係我哋嘅一個好大嘅突破咯。呢度嘅水咧都係嚟自吐露港嘅水，因為佢個水都會係將來佢哋嘅家嘅水體嚟嘅，同一個水體嚟嘅。咁啊，我哋呢度咧，我哋要特登加燈落去啦，去模仿翻出邊嘅太陽嘅光，去俾翻珊瑚嘅。呢一個全港唯一嘅珊瑚繁殖同培育基地係珊瑚 BB 嘅育嬰室。珊瑚 BB 對於水質變化比較敏感，一般養到2歲之後，先至送到吐露港赤門海峽，放入大海落地生根。我哋啲珊瑚 BB， 我哋真係要培育到2年之後先夠大去放出海，有一個好嘅存活率。咁我哋期待扁腦珊瑚幾時長大，佢都可以喺野外度繁衍落去。崔佩儀多年嚟研究人工有性繁殖珊瑚嘅技術，唔少人以為珊瑚唔識喐，其實佢哋屬於動物，繁殖方式分為有性同無性。有性繁殖咧就係佢1年1度咧就會產卵啦，之後啲 egg sperm 咧就會散喺嗰個水嗰度啦，咁之後佢哋就會同其他精子卵子咧就去受精，長成為一個珊瑚嘅幼蟲。珊瑚蟲咧就會開始佢無性繁殖嗰個機制，1變2變4，慢慢去分裂出嚟啦。之後佢成長嘅時候，佢都會一路去製造一個碳酸鈣嘅骨骼俾自己啦，咁就一路長大啦。咁我哋會喺大海喺珊瑚產卵嘅時間啦，我哋就會收集佢嘅精子卵子啦。咁喺度咧，我哋就會幫珊瑚去做一個受精先嘅。我哋而家嗰個技術已經好純熟啦，咁個受精其實都已經可以去到90% 以上嘅。珊瑚咧喺大海度有佢哋自己嘅生存嘅策略。呢一隻咧扁腦珊瑚生得比較慢，咁所以咧佢咧就好容易俾其他珊瑚佔據咗佢空間，咁所以佢就要有一啲好長嘅觸手出嚟專係打交嘅，咁就令到人哋唔可以霸佔咗佢嘅空間啦。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覺得珊瑚硬邦邦，好似石頭咁，又唔識喐。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去留意、去觀察嘅時候，發覺佢哋其實佢哋都會喐嘅喎，佢哋都會有動態嘅一面。珊瑚係唔少海洋生物嘅棲身之所，亦都能夠保護海岸免受風浪侵蝕。香港嘅珊瑚主要生長喺東面水域。崔佩儀話：香港嘅環境唔算好適合珊瑚生長，但係仍然百花齊放。我哋暫時有記錄嘅造礁石珊瑚品種有84種，香港咁細嘅地方有差唔多全球1/10嘅造礁石珊瑚品種咧，嗰個多樣性係比較高嘅。而呢個84個品種咧，其實仲比加勒比海仲要多啦，呢個數字。不過氣候變化、水質污染、人為破壞都威脅珊瑚生存，令佢哋出現白化。
我諗全球最大對珊瑚嘅威脅就一定係全球氣候變化導致嘅海水溫度上升啦。好多時咧，珊瑚大規模白化之後，佢就會死亡啦。我哋會覺得香港嘅珊瑚真係好 tough。香港珊瑚白化嚟得唔係好嚴重，就算有白化，佢哋都可以自己康復翻。崔佩儀話：80年代吐露港一帶嘅新市鎮發展污染海水，幾乎令到赤門海峽嘅珊瑚絕跡，至今無法復原。5、6年之間，由70-80% 一跌到低於10%。就算水體改善咗，破壞源頭處理咗，其實珊瑚都冇翻過嚟。大自然已經冇辦法自己恢復翻嚟。咁喺呢個時候，我哋就會覺得，可能而家真係一個時候，我哋去做啲嘢去幫助佢哋啦。我會以珊瑚培育啊、繁殖啊、研究啊、修復為我嘅 lifelong mission 啊。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珊瑚培育同埋繁殖。我哋希望咧可以穩定咁樣提供、可持續咁樣提供一啲健康嘅珊瑚。除咗自己培育珊瑚 BB， 崔佩儀亦都會喺大海收集珊瑚碎塊，帶翻去基地育養，幫佢哋重獲新生。我哋咧通過一啲簡單嘅切割技術啦，咁我哋咧就會再將嗰啲珊瑚黐喺一個底座嗰度，咁就等佢哋喺度康復啦，同埋長大之後健康啦，咁我哋就會放翻出海攞嚟做珊瑚修復嘅用途。我哋切割佢變為好細嘅碎塊啦，講緊嘅係大約係1厘米嘅碎塊啦。咁當佢向橫向生長咧，去黐翻埋一齊、融合翻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好似突然之間倍大咗個珊瑚咁樣。可能佢要落海，可能要7年嘅時間先生得咁大嘅。我哋咧喺實驗室一個好嘅育養嘅情況底下培育，可能半年至9個月，我哋就已經做到呢樣嘢。珊瑚 BB 長大之後就要離開媽媽嘅懷抱。崔佩儀同埋團隊會為佢哋打好基礎，確保佢哋喺海床企穩陣腳。咁我哋最緊要咧就係真係黐落個海嘅時候要黐實佢啦，因為咧我哋如果黐得唔好咧，佢甩咗出嚟咧，佢就會死咗噶啦。放珊瑚 BB 落水咧係一個好忐忑嘅一件事，因為佢嘅存活唔係我哋話事，係個大自然環境、大海嘅事。對佢哋嚟講，見到親手養大嘅珊瑚 BB 喺大海傳宗接代，係最有滿足感嘅事。我哋有啲2歲大嘅鹿角珊瑚 BB 啦，喺2019年，佢哋過咗3年之後咧，佢哋就產卵啦，即係我哋 complete 咗個 life cycle。我哋都收集佢嘅精子卵子之後再培育，咁所以我哋其實已經培育緊第2代嘅珊瑚 BB 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好令人鼓舞嘅成果咯。崔佩儀近年亦都同保育組織合作，喺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培育更多珊瑚 BB， 擴大修復珊瑚嘅規模。今次合作咧，其實我哋就好好咁利用到 WWF 喺海下灣一個海洋生物中心嘅一個地理嘅環境嘅優勢啦。咁呢一度咧就設置咗一啲珊瑚嘅缸啦。所以咧 WWF Hong Kong 咧，其實佢哋喺度咧就會有同事專門打理緊呢一個珊瑚嘅缸啦。我哋就可以將啲 BB 唔單止喺我哋實驗室嗰度進行培育啦，亦都可以帶到海下灣呢個中心嗰度做培育啦。咁我估計都係要1至2年嘅時間啦，之後我哋就可以有一啲珊瑚 BB 可以落海。基本上喺香港有84種造礁嘅石珊瑚啦，喺海下灣海洋公園我哋可以揾到64種。而家船底咧，我哋就會見到好多賓珊瑚啦，咁亦都會見到扁肚珊瑚啊、十字牡丹珊瑚啊。海洋環境教育係好艱難嘅，尤其是如果你對比喺陸地。如果喺架船度咧，就會方便好多，容易控制好多。咁所以好多中學都會好鍾意係帶啲學生嚟睇。真係見到珊瑚咯！我諗冇嘢比你親眼見到嚟得更加震撼咯。本港目前有5%水域被劃為或建議做海洋保護區，保育組織希望當局擴大保護範圍。但如果個珊瑚環境係唔受政府立法去保護咧，咁其實嗰個環境條件一路退化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翻啲珊瑚。我哋其實好希望咧，我哋響應翻國際嘅呼籲啦，喺2030年之前咧，可以將香港30% 嘅水域咧成為海洋保護區，保護翻珊瑚同埋海洋生態咯。大海同城市人嘅距離似遠還近，
崔佩儀中意出海玩水，細個嘅時候同珊瑚近距離接觸，從此結下不解之緣。我仲好記得我第一次浮潛啦，見到香港水底好多珊瑚、好多魚游過嘅時候，我係好驚嘆，哦，原來唔使去外國，喺香港都可以見到。咁所以我真係好想好好咁保護我哋呢一片大海啦。已經做咗媽媽嘅崔佩儀，唔單止要湊女，佢希望同時做好珊瑚媽媽嘅角色。做珊瑚媽媽，我希望係一個終身嘅使命嚟啦。咁我希望可以一路做落去啦。其實喺陸地生活嘅我哋咧，個大海水底發生嘅事，好似真係隔咗一大陣，好似同我哋好無關咁樣。但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嘢都同個海有關嘅。而珊瑚喺大海裏面就係一個好緊要嘅角色啦。我哋係時候要多啲關注大海發生嘅事啦。我做海洋生物啦，如果係淨係喺個海面去做，或者喺個 lab 度做啦，就唔係好完整啊。所以我時不時都會同埋啲朋友去下潛下水啊。我哋落水主要係睇珊瑚健康。如果係即係珊瑚覆蓋率佢低咗嘅，咁即係唔健康啦。佢可能喺過去1年之中啦，佢有啲咩食咗佢啊，佢或者係有啲風浪將佢打冧咗、爛咗咁啦。浸會大學生物系教授邱建文中意潛水，佢嘅研究對象係一直令佢相當着迷嘅水底生物珊瑚。佢哋係非常之靚咯，我哋係基本上年年都嚟啦。我落去見到啲珊瑚，有啲珊瑚嘅形狀咧好特殊嘅，其實我係認得佢哋嘅，發覺佢哋嘅健康啊，喺全世界地方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問題嘅。從80%、90%嘅嗰啲覆蓋率啦，而家係10幾20嘅覆蓋率嘅好多地方。香港咧有好多地方佢仲係超過40%嘅覆蓋率嘅，所以相對嚟講退化唔係咁嚴重。珊瑚白化主要係氣候變化導致水溫上升造成。珊瑚嘅色彩嚟自同佢哋共生嘅蟲黃藻。當海水升溫，珊瑚會排出體內嘅蟲黃藻變成白色。長時間白化嘅珊瑚會因為失去主要能量來源而死亡。舊年夏天本港持續高溫，亦都出現珊瑚白化嘅問題，但係佢哋嘅生命力相當頑強。舊年2022年嗰個規模就相對嚟講比較大啲啦，不過好在恢復得比較好啲咯，即係都冇乜見到珊瑚死咗咁咯。我覺得喺一定程度上反映咗香港嗰啲珊瑚咧係比較硬淨啲咯。我哋就可以去預計就係喺未來呢個全球暖化嘅情況下咧，香港有啲咩珊瑚佢係可以存活得到嘅，因為資源都係有限噶嘛。所以如果我哋有咗啲數據，我哋就可以去睇下佢邊地方係比較適合做保護區啦，邊地方係唔係咁適合做保護區嘅。舊年個白化就比較嚴重嘅，有成50%、60%嘅珊瑚咧係白化咗嘅。咁今年咧情況就好咗好多啦。咁我落去睇到咧，成個100米嘅範圍咧，只有一嚿珊瑚係白咗嘅。咁即係話舊年嘅珊瑚恢復都係幾好嘅。團隊會研究橋咀洲一帶水域嘅生物分佈，佢哋抽取海水樣本，然後拎返去實驗室，尋找水入面嘅蛛絲馬跡。係啊，呢啲就係嗰日我哋出海攞翻嚟嘅海水啦。而家我哋用嘅方法咧，就係叫做環境 DNA 嘅方法啦，就會首先過濾咗佢啦。海水含有海洋生物殘留嘅基因，檢驗呢一啲唔同嘅基因，就能夠推斷嗰一個水域嘅生物種類同埋數量，有助了解同埋保護珊瑚群落嘅生態系統。
你要保護，咁你首先有知道有啲咩嘢喺度，有冇啲係非常之有價值嘅、好稀有嘅嗰啲品種啦，可以幫到知道你個漁業管理措施有冇效咯。過濾咗1、2升嘅水之後咧，個濾膜咧就會變成咗有啲綠綠嘅色，有啲黃黃嘅色啦。我哋而家想要嘅 DNA 咧，就全部留喺呢個濾膜嘅上邊咯。邱建文話：傳統嘅方法係靠潛水員落水目測，揾魚同埋認魚嘅難度都幾高。新方法透過基因化驗就能夠彌補不足，而且慳返人力物力。完全靠呢個潛水嘅話，可能有啲魚其實係喺度嘅，你見唔到嘅，效率比較低啲咯。想睇下珊瑚恢復嘅情況，咁你都要有啲指標㗎嘛。其中一個指標你就係睇個珊瑚魚嘅健康嘅情況啦。佢哋有幾多個品種啊？然後每個品種有幾多嘅魚嘅量喺度啦。邱建文嘅團隊舊年公布喺香港發現3個珊瑚新品種，令到統稱珊瑚屬嘅已知物種由7個增加到10個。佢哋好鮮豔嘅橙色啊，有啲黑色啊，有啲紫色啊。我哋驗咗之後，我哋證實咗之後，我哋就即係好開心啦。咁知道香港咁細嘅地方有咁多生物喺度嘅。由大埔三門仔碼頭出海，向東北面駛去，就係唔少人鍾意嘅潛水地點廣灣洲。呢一日，一班潛水愛好者肩負重任，清理水底垃圾。舉辦活動嘅保育組織創辦人何志成，本身係潛水教練同埋水底攝影師，一直關注水質污染對珊瑚嘅影響。即係西貢嗰邊嘅潛點，我哋之前嗰4、5年咧清得好多啦，咁啊開始見到嗰個水底有啲變化，即係啲垃圾量少咗啊。咁我哋就去另一啲比較少啲人到嘅一啲潛點啊，或者係啲偏遠啲嘅灘啊去做清潔啦。所以我就揀咗廣灣洲，舊年開始。何志成因為潛水而愛上珊瑚，近年定期舉辦清潔海洋嘅活動，俾珊瑚有更好嘅生存環境。參加者分工合作，兵分2路，喺水底同埋沙灘清理垃圾。最大影響緊，我諗珊瑚群落嘅生長嘅，應該係啲大型嘅膠袋啦、帆布袋啦、食物飼料嘅袋啦。咁嗰啲都如果喺水底裏邊覆蓋咗珊瑚咧，都會令佢做唔到光合作用而有機會死嘅。其實呢個地方，如果你咁嘅數量其實偏少嘅，我哋預期會多少少嘅。見到個垃圾量少咧，都係件好事嚟。何志成希望為保護珊瑚出一分力。佢話清理垃圾嘅活動要持之以恆。執垃圾呢個部分，其實我諗暫時都未能夠停止，係原因係不停都會仲有垃圾。執垃圾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好大片好壯觀嘅珊瑚群落咧，其實真係好靚嘅。你諗下，嗰一個珊瑚需要幾多年先至能夠形成咁嘅生態？我哋自己都中意影相，咁都希望呈現翻水底嘅生態多樣性俾所有嘅公眾人士睇啦。咁亦都希望將呢啲相亦都會擺翻去一啲社交媒體裏邊，等大家會認識啦。何志成話：市民喺享受陽光與海灘嘅時候，都應該學識珍惜大自然。最好就用防曬嘅時候，用翻一啲物理性防曬啦，甚至乎着一啲防曬衣去做防曬啦。咁如果我哋喺個珊瑚區域裏邊用一啲化學性防曬咧，其實有機會令到佢死亡嘅。另外就係當你哋去做浮潛啊或者玩水上活動嘅時候，留意下你要踩落去嘅地方究竟係珊瑚嚟啊，定抑或係沙地啊，定抑或係石頭。依嚿其實係想執嘅咧，係一個珊瑚嘅骨骼嚟嘅。一般市民咧，可能有機會咧當咗係一啲石頭啦，又或者係一啲骨頭啦。但係其實佢裏邊咧係會有一啲唔同嘅星形狀啦，或者點狀啦，甚至乎柱狀嘅位置啦，佢哋會顯示到呢個係一個珊瑚嘅骨骼嚟嘅。除咗我哋大人需要去教育，其實小朋友由細開始嘅教育咧係一個最理想嘅方法。我哋會帶佢哋潛水樂園落去睇翻個生態啦。
可能喺海岸嘅時候，我哋都會講翻海面岸邊嘅一啲生態俾啲小朋友知道，等佢哋可以接觸得多啲，愛上呢一個珊瑚就更加好啦。1、2、3，減。呢一日係香港珊瑚招普茶嘅開幕禮，珊瑚媽媽崔佩儀係其中一位嘉賓，佢係呢一個活動嘅常客。其實咧，香港珊瑚招普查咧係1年1度嘅大盛事嚟嘅，就會招聚一啲潛水員啦、義工嘅，咁就去做一個公民嘅科學家計劃，就喺香港33個調查點嗰度咧，就去揾唔同嘅數據翻嚟啦，包括魚類啦、無脊椎啦，同埋一個底棲嘅生物嘅一個數據嘅收集嚟嘅。我先介紹自己少少啦，我好。崔佩儀期望珊瑚招普查收集到嘅數據，能夠俾各界了解香港珊瑚嘅特性同埋現況，從而更有效保護呢一片海中嘅熱帶雨林。佢哋嗰個數據20幾年嘅變化，咁我哋見到真係有啲地方咧係平穩，但係亦都有啲地方好明顯會有下降嘅趨勢。收集嘅數據其實係好幫到我哋去了解大海嗰個環境嘅狀況。咁其實都係有好大嘅教育嘅成分嘅，可以更加令到大家有個保護環境嘅心出嚟。我嘅遠景就係我希望成個香港嘅海洋都係健康嘅。珊瑚修復咧嗰個概念同陸地植樹一樣，睇住珊瑚 BB 長大，哇！喺個海度自己繁衍落去，亦都係真係好感動嘅嘢。我希望放到落海嘅珊瑚可以一路繼續自己繁衍，生生不息咁樣。